Hello， 我是那个大叔，很高兴又来到的游戏频道。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哦。那我们看到这个领主就知道，我们这一次使用的是混沌矮人。对，没错，已经使用了好一阵子啊。不过混沌矮人真的蛮好玩的。我们看一下，我这次使用的是这个灰白之王。那坦白讲，也是主要是带这两个法术啦，灰烬风暴跟阿兹勾之火，这两个真的蛮好用的，就是能够缓速到，如跑到这个范围里面的敌人也会受到火焰伤害，会加 20%， 这 20% 其实真的很可怕。然后这个轰炸型的法术其实看状况，如果状况允许的话，轰炸下去其实也很过瘾，它造成的伤害真的蛮可观的。那我们这次看一下。这次我方使用的是非常多这种廉价单位当肉盾，就是地精劳工以及兽人劳工各出5队，这边总共我有10队的垃圾单位，这种垃圾兵种当前排啊。那后面当然还是要放一些比较昂贵的单位啊，像是这个地狱守卫重型武器，那还有这个地狱守卫宽刃火枪带2队，还有1队克达伊火翼。那老样子战力旧炮，我觉得对我来讲真的算是标配了，真的好用，真的我很喜欢。他那个只要对方出步兵，这个几发下去，对方步兵就会非常的好片野啊，死了非常多。那这次比较不一样的是，出了一个铁恶魔，看上的是他的非常高昂的伤害，算是因为他攻击距离真的不是很远，射程距离只有80，真的短短的，把它当成一个是弓箭手的单位，他的射程距离真的只能当弓箭手，没资格当炮兵。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次对抗的是巴托尼亚，那有参考观众留言去调整巴托尼亚的一些配置啊。那我们这边稍微看一下，侠义骑士1队，然后还有飞马骑士这边1队，然后这边还有1队飞马骑士、侠义骑士，然后还有1队圣杯骑士。那前前后后带了5队的骑兵单位，那后面带了2队富有毒伤害的农民工，然后这边还有野战投石车带了2队，那总共就是4个模组在丢，其实会蛮可怕的。那正面呢就是步兵团辅枪，那带了4队，然后还有农民暴徒也是带了4队，也是带了大量的低阶垃圾单位啊，这些真的是拿来当炮灰。然后最后是带了湖中仙女，那也是法术主要是仰赖这个大地之血跟再生术。那其他技能基本上也是能带都带了，像是仙女的宠爱，然后还有这个药剂圣杯，这些还有一些光环型的法术，基本上都带完，都有带。好，那就是针对上次有观众留言，然后做了一点调整。其实坦白讲，我调整到这个时候，我自己在实际在打的时候，我觉得蛮辛苦的。像之前在那样子打，我是蛮集中，然后遇到这个配置组合过后，我自己其实也更换过几次。好，我们开始进入决斗。一刚开始老样子，战力旧炮一定要率先开炮啊，一定是打对方的步兵单位啊，他打步兵单位才有这种毁灭性伤害。然后一发下去，对方就是大地之血先。那个看看能不能先把 hold 住，先补血补起来。然后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稍微发呆一下，然后战地就炮第2发继续。我们看一下第2发会炸在谁身上？哦，漂亮，打在了对方的炮兵。其实他打在炮兵，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可以，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对方的炮组人员会受到非常多的损伤哦，
其实只要炮组人员那个没办法继续控制这些大炮，就算是摧毁哦。哪怕是你这个炮架还留在这边，但是你炮组人员不够多，就是不够多。好，我们这边赶快过来看一下，对方骑兵单位已经开始要接战喽。对方的骑兵单位虽然说一刚开始被我方的肉盾给挡住，第一波的那个地精劳工有挡住一些，不过这些飞马单位还是可以那个掠过这些单位，然后直接冲撞下来，看他抓什么单位哦。不过我方这边有克打一火翼，其实不是很怕。然后他这边原本想要点，但是突然又拉伸了一下，我就看不太懂。然后他这边选择了宽刃火枪，然后又拉跑了。这种操作，其实坦白讲，我不太懂他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判定，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好，不过现在也都顺利降下来了，就是该打什么就打什么。他这边又拉跑了，又拉走了。好，宽刃火枪，我这边还有一队可以做事。像这种火枪兵，就是一定要2队放远远的，然后正面前面侠义骑士跟那个圣杯骑士基本上就可以把我方前排撞烂了。我方前排其实被这种单位打会非常难过，然后后面飞马骑士一直在那边绕来绕去的，这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痛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侠义骑士跟圣杯骑士这样子直接冲上来撞一下，那我方的宽刃火枪虽然说没有受到多大伤害，但是就是打乱你的攻击节奏，让你没办法顺利攻击。像这种主要输出的单位不能持续输出哦，就非常的痛苦。然后这边又稍微调整一下角度，不过对方的飞马骑士应该已经解决掉了，只有2队其实还算可以解决。但是对方的侠义骑士跟圣杯骑士还在这边不断的冲撞哦。好，我们逮到一个机会，湖中仙女冲到台里面，然后刚刚有被击火，还有被那个铁恶魔烧到，还有被那个宽刃火枪熄火，就造成重创了。只要湖中仙女走开，我方其实优势就还算蛮大的，因为他只要站在那边，就算是有在做事的，非常可怕。好，我方这边放了一个大范围的法术，那个风暴灰烬，让对方尽可能的不要跑开，然后让我方的宽刃火枪有足够时间做输出哦。好，圣杯骑士粘上了战地旧炮，粘了一下就赶快跑走。骑兵就是要这样子玩哦，撞一下跑，撞一下跑，撞一下跑。不过基本上也只剩下圣杯骑士哦。那这边基本上就是打完了。其实这一场算是我打了好几场下来，好不容易终于打赢这种组合的成果。因为前面我反复的不断的测试，不断的去配兵，其实打这个组合我真的觉得蛮辛苦的，因为对方的肉盾很多，然后混沌矮人的弓箭手，坦白讲，我觉得没有那么好用。那个打起来其实我觉得还好，然后使用这个克达伊火翼出3队去抓对方的骑兵单位，坦白讲，打起来也没那么实际。虽然说没有说3队抓1队是可以抓得死，但是对方的骑兵单位只要够多够散，你3队抓1队，但是你其他单位还在受苦受难，其实打不回来。所以克达伊火翼我变成只有1队。然后可能要尽可能的去处理一些事情，主要这次偏向于做保护的作用，去做一些格挡，而不是想要去把对方这种骑兵单位一口气要做歼灭的这种打法。那主要输出依旧还是步兵，还是靠战地旧炮，这没有问题。战地旧炮打这些步兵单位，依旧是毁天灭地的打击。那这个铁恶魔呢，就是尽可能的去烧对方的这些骑兵单位，尽可能把他们烧掉。那宽刃火枪就是看哪一只有空就去射击，那尽可能的也是去处理对方的骑兵。真的，
巴托的骑兵打起来就是真的蛮烦的。而且飞马其实这一次是他飞马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冲的比较深入，他前几次其实就是撞一下然后就跑走，然后拉一下就跑走，然后变成我方宽刃火枪要转身要打他的时候，他就赶快去拉走。那我就是顺着他转，那顺着他转之后，对方的侠义其实就从后面一个被冲，那我方的火枪基本上就没办法做事，就非常非常痛苦。然后这一次操作算是不知道什么，对方这一次的操作不知道什么算是比较简单，他不知道什么，可能刚好 AI 不在上，智商不在线上吧，打起来就比较轻松。要不然之前我看那个操作真的好可怕。那不知道怎么电脑其实有时候操作精战的时候很精战，会去躲这些炮兵，然后有时候会去做拉扯，很恐怖。但是有时候打起来又很轻松，我真的很怀疑，不知道为什么。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所有内容啦。如果喜欢的影片，帮我点个赞，并且分享出去。我是那个大叔，我们下次再见，拜拜。